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哦。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今天要來聊一個聽起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的話題，那就是在現在這個撕裂對立的美國政壇裡，兩黨之間談環保合作還有可能嗎？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像天方夜譚？但你先別急着下定論，因為等一下的資料會告訴你，那個答案可能就藏在一個你完全沒想過的地方。今天的分析我們會用6個步驟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把這個問題的核心給剝開來。首先，我們先坐上時光機，回到過去那個合作的黃金年代。接着，我們會潛到數據的深海裡，你會很驚訝地發現，原來在分裂的表面下藏着超大的共識。然後呢，我們會找到第一個可以動手的突破口——森林。再來就是去啃那塊最硬的骨頭，也就是許可改革。第5步，我們會學一門新的政治語言，讓你看看敵人是怎麼變隊友的。最後把所有線索拼起來，畫出一張真正可行的未來藍圖。好，那我們就馬上進入第一部分，合作的黃金歲月。在我們開始分析現在的各種衝突之前呢，我想先帶大家回到一個你可能會覺得根本是平行時空的時刻。在那個時候環保這2個字還不是一個戰場，而是一個共識。來聽我說個故事，這是耶魯法學院的丹·埃斯提教授分享的哦。時間回到1992年，當時美國參議院要批准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叫做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這可是後來所有全球氣候談判的基礎哦。那你猜猜看，最後的投票結果是幾比幾？跟你說，答案是根本沒有投票。對，你沒聽錯，當時的參議院主席就只是站起來，很平淡地問了一句：“請問現場有人反對嗎？”然後全場一片寂靜，沒有人舉手，沒有人出聲。就這樣，一項奠定未來幾十年全球氣候政策的國際公約，在美國參議院無異議通過了。你現在聽是不是覺得，這怎麼可能？那個時刻真的可以說是美國環保政治史上的烏托邦了。但是鏡頭一拉回到現在，你看見的是什麼？是政治的戰壕，是意識形態的鐵絲網，是沒完沒了的口水戰。所以問題就來了，從那個全體一致的黃金年代，到現在這樣水火不容的局面，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去解開的最大謎團。好，接下來我們把視角轉一下，不要再看華盛頓那些政治精英了，我們來看看真正的美國人民是怎麼想的。你會發現一個超級驚人的事實，就是當那些政客在國會山莊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美國的老百姓們其實早就悄悄地達成共識了。耶魯大學有個專家叫 Tony Lazarowitz， 他做的事情就很像是在幫美國的環保民意做斷層掃描，長期追蹤數據。他發現一個超有趣的現象就是說，如果你直接問大家，你支不支持氣候變遷政策？哇，那大家可能就吵翻天了。但是如果你換個方式問一些很具體的做法，那個共識就馬上浮現出來了。比方說，你問政府該不該花錢鼓勵農夫用更環保的方式種田，順便幫地球把碳儲存起來，你猜結果怎麼樣？有將近90%，高達88%的人都說好。那你再問政府該不該多花錢去研究乾淨能源，也有80%的人點頭。最妙的是這個，你問如果別的國家製造一堆污染，然後把產品賣來美國，我們該不該對他們的產品課徵污染費？你猜怎麼着？竟然也有81%的人贊成。如果你正在聽，接下來這個部分可能會徹底顛覆你的想象。你聽到剛剛那些數字可能會覺得這支持度一定是民主黨那邊的人撐起來的嘛，對不對？錯了，大錯特錯。數據顯示就算在最保守的共和黨支持者裡面，這些政策的支持度也高得嚇人。有78%的保守派支持補助農民，超過一半55%支持潔淨能源研究，然後更有高達76%的人支持對外國課徵污染費。這說明了什麼？這就說明了，在美國民間其實一直都存在着一個被政客們刻意忽略的非常巨大的跨黨派的共識基礎。好，既然我們現在已經找到了這個被埋在地下的共識寶藏，那問題是，第一，鏟子要從哪裡挖下去呢？
這就帶我們到第3個部分了。答案可能就在一個最自然也最直觀的地方——森林。沒錯，我們就走進樹林裡，去尋找那條可以讓兩黨並肩走在一起的路。一位前參議員叫做瑪麗蘭德里歐，他提出一個非常聰明的策略，他把這個策略叫做“山路議題”。什麼是山路議題？這個概念其實超簡單，你就想象我們去爬一座很高很高的山，你總不會一開始就直接去挑戰那個最陡峭、最危險的主峰吧？那樣很容易就失敗了。你一定會先從山腳下那些比較平緩的小山丘開始走，慢慢熱身，建立信心，對不對？在政治上也是一樣的。而森林管理這個議題就是那個完美的小山丘，它的爭議性相對小。如果兩黨能先在這裡合作成功一次，那就等於是建立了一起登山的革命情感。之後要再去挑戰那些更困難的議題，大家自然就更有默契了。美國國會裡面有一位很特別的議員，他叫布魯斯·維斯特萬，他是唯一一位真正的林業學家出身。他用一個數字直接震撼了所有人。他說，美國每年因為森林大火排到大氣層裡的碳有多少？答案是平均3億公噸。3億公噸是什麼概念？可能很難想象，對不對？我這樣跟你說好了，這個數字幾乎就等於你在一個晚上把全美國所有在路上跑的燒汽油的車全部咻一聲變成電動車所能夠省下來的碳排放量。換句話說，與其花那麼多錢去補貼電動車，還不如先把森林管理好，光是防止那些災難性的大火，效果就一樣驚人。這絕對是一筆投資報酬率高到爆表的氣候生意啊！好的，當我們成功征服了山腳下的森林這個小山丘，熱身也長多了，是時候抬起頭看看那座真正的主峰了。第4部分，我們就要來談談那條最艱難但也最關鍵的路——許可改革。這東西啊，既是最大的障礙，但很可能也是通往山頂的唯一一條。說穿了，許可改革這座大山的背後，其實就是一場非常赤裸裸的利益交換。很簡單，我們來看看兩邊各自想要什麼。共和黨想要什麼？他們想要趕快蓋天然氣管線，所以希望審批速度可以快一點。那民主黨想要什麼？他們想要趕快蓋電網、蓋輸電線路來發展綠能，也希望審批速度快一點。那位前參議員蘭德里歐就看得很透徹，他說，任何想要通過的法案都必須像一個蹺蹺板一樣，你必須同時滿足這兩邊的需求。你想讓你這邊的東西過關，可以，那你就要讓對方那邊的東西也一起過關。這就是政治的現實，沒有誰可以自己一個人全拿。那你可能會問，現在的審批系統到底是有多慢啊？數字會說話。一個案子從提出申請到真的拿到那個叫做 NEPA 的環境許可，平均要等多久？4.2年。這還只是平均哦。如果你想開個礦場，那個等待時間甚至有可能長達20年以上。你想想看，這種超級漫長的延宕，就像一條又濕又重的毛毯，直接把所有投資的火花全都給悶熄了。不管是你要蓋風力發電廠、太陽能電廠，還是蓋公路、蓋橋梁，所有的基礎建設，通通都深受其害。這也意味着，現在美國的能源轉型，不管是綠能還是傳統能源，其實都被自己國內的官僚體系給死死地卡住了脖子。好，所以我們現在知道了目標就是利益交換。但問題又來了，你要怎麼讓兩個動機完全不一樣，甚至可能還互相討厭的人，心甘情願地坐到同一張桌子上來談？這就帶我們進入第5個部分了。我們來學一門很重要的藝術，那就是如何說着完全不同的語言，卻能夠達成完全相同的目標。有一位前民主黨的眾議員叫史蒂芬妮·墨菲，他分享了一個我認為根本是教科書等級的案例。他的合作對象是誰呢？是那位立場極右、川普的鐵桿粉絲，共和黨議員麥特·蓋茲。你想想看，這兩個人，一個是溫和派的民主黨，一個是極右派的共和黨，他們在政治光譜上的距離大概隔了整個太平洋那麼遠吧。但是他們居然聯手成功地阻止了在墨西哥灣的石油鑽探計劃。這怎麼可能辦到的？關鍵就在於他們雖然目標一樣，但理由完全不同。那個蓋茲他關心的是什麼？他擔心鑽油平台會影響到當地一個很重要的國防軍事訓練場。那墨菲關心的就是什麼？他關心的是保護佛羅里達州的經濟還有環境。你看，他們的目的地一樣，都是阻止鑽油，但是他們出發的那個點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個故事給我們的啟示，我希望你一定要牢牢記住。
在政治合作裡面，動機其實是廉價的，最後那個結果才是真正昂貴有價值的東西。你根本不需要去改變對方的信仰或價值觀，你只需要去找到一個對方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願意去做的共同目標，這就是最高明的政治智慧。好了，到這裡我們把剛剛所有的線索，從民間的共識基礎，到那個三路議題的策略，再到利益交換的核心以及溝通的藝術，把這些全部都串起來之後，我們就可以畫出一張非常清晰的未來藍圖了。所以第二部分，我們就來看看這個重建合作的具體作戰計劃到底長什麼樣子。這條路徑啊，其實可以簡單分成3步。第一步，先建立信任。怎麼做？就從像是修復我們的森林法案這種大家比較沒有意見的山路議題開始下手，先一起拿下一場小小的勝利，建立起團隊的默契跟信任感。好，有了信任之後，第二步就是去挑戰那個真正的大魔王，利用第一步建立起來的信任，去推動那個最困難但也最關鍵的徐克改革談判。那第3步呢，就是為未來創新。當兩黨合作慢慢變成一種常態之後，就可以開始去討論一些更前瞻、更複雜的概念，比方說建立一套全國性的碳匯計制度，也就是為每一個產品都精算出它的碳足跡，建立一個統一的標準。最後，我想留下一個問題給大家思考，這其實也是今天整個議題的核心。在追求一個更強健的經濟和一個更健康的社區，這個可以說是所有人都想要的共同利益之下，我們是否真的能夠暫時放下彼此身上的政治標籤和價值觀？這或許就是美國的環保行動到底能不能浴火重生的最終考驗了。好，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發現美國兩黨在環保議題上的合作其實並非已經死亡，它比較像是進入了休眠狀態，而喚醒它的關鍵並不在於那些更高尚的道德呼籲，而是在於更聰明、更務實的政治策略。請你記住3個關鍵詞：從森林開始，用許可來交換，並且學會說對方的語言。這條路雖然走起來肯定很辛苦，但它至少指出了，就算在一個這麼分裂的時代，我們依然有可能為了我們共同的未來找到一個可以一起前進的理由。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